我们常以为天才是一种天赋，是老天给少数人的礼物。可你去翻翻历史，就会发现，很多最让人震惊的天才，反而是那些从小被贴上白痴、残障、弱智标签的人。这让人怀疑，才能真的只是天赋吗？还是说，它其实是大脑某个地方失衡后出现的奇怪副产品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又意味着什么？故事发生在1915年11月25日，美国一家叫《评论》的报纸报道了一个让当时科学界完全摸不着头脑的男孩。当时他才11岁，每天他都会跑到一座小山坡上，靠着铁轨坐下，火车从他面前呼啸而过，速度大约30英里，车厢上的数字闪一下就过去了，大部分人连有没有数字都看不出来。可这个孩子能把所有数字一条不漏地记下来，还能立刻把它们加在一起，然后准确说出答案。科学家们震惊的不是他的心算速度，也不是他的视力，而是另一件事，他几乎不会自己吃饭，也认不出每天都见到的人。你可以想象，他就像被撕成了两半，一半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天赋，一半是连基本生活能力都没有的黑暗。这种矛盾让那些想把人类能力清清楚楚分类的科学家彻底抓狂，他们不知道该把这个孩子放进哪一个盒子里，因为无论哪个都不合适。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，让他的数学天赋显得更像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一边是被认为发育停滞的孩子，另一边却是能在一瞬间处理庞大数字的头脑。于是报道的作者忍不住问，这到底怎么解释？当时的医学界给出的答案其实既笼统又带着偏见，他们给这类孩子贴了一个名字，叫做白痴天才。在19世纪的医学语言里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一个人在认知、动作、社交这些基本能力上有严重障碍，却偏偏在某个极小的领域里拥有不符合常理的天赋，就像是大脑里某个地方突然暴涨，又有另一些地方像是被抽空了。这种矛盾不只是医学的问题，也逼着人们重新思考一件事儿：智慧到底是什么？它为什么会以这么不均匀的方式分布在同一个人身上？100年过去了，那个男孩的故事早已埋在了时间的长河中，但当年的疑问却始终悬挂在人心之中。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依然是心理学最想搞懂的核心。如今，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学者症候群。在美国威斯康星州，有一个以达洛德·特雷福特命名的研究中心。特雷福特被公认是研究这类现象的世界级权威，而他所在中心给出的定义也很直接。所谓学者症候群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状态，患有它的人往往伴随自闭症等发育障碍，却同时拥有惊人的天赋。就像人们常说的，上帝关了一扇窗，顺手又打开另一扇。只不过在他们身上，这道光只照亮一条窄的不能再窄的路径。科学家到现在仍想弄清楚，这束光为什么能穿过那些障碍，又为什么偏偏只照在那一处。现在我们通常从神经多样性的角度去理解学者症候群，理由很简单，它和自闭症的联系太紧密了。大约10个自闭症者里就会有一个展现某种学者式的能力，可在没有自闭症背景的人群里，这种情况几乎是凤毛麟角。心理学家西蒙·巴伦克恩和迈克尔·隆巴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大脑里的系统化倾向。简单说，就是那些在数学、音乐或其他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的天才，往往拥有一种极端形态的思维模式。他们是超系统化者，他们天生就会抓规律，能在混乱的世界里看见别人察觉不到的模式。在他们眼里，世界更像一套可以被拆开的机械装置，而他们的本能就是找到那根藏在结构里的隐形逻辑线。研究者认为，这群人的大脑在负责系统化的区域被调到了一种极高的灵敏度，这让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异常敏感，也能长时间维持深度专注，像潜水一样沉进规则里，在黑暗中摸索结构。这种能力不一定让生活变轻松，却能在某些领域让他们拥有近乎超人的天赋。不过，只要把视线拉回到过去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在自闭症成为正式诊断之前，也就是1943年以前，白痴天才几乎是一个没法安放的悖论，因为当时压根没有任何框架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矛盾：一个人在音乐或数学上拥有惊人的才能，怎么可能同时伴随着完全相反的深度障碍？用19世纪的语言来说，这个问题几乎等于在问，怎么会有人既是天才又是白痴？这在当时根本无法想象。这样的人不仅挑战了那个时代对才能是什么的理解，也动摇了社会对谁算有才能这件事的定义。甚至更加讽刺的是，他们还逼得人们回头检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：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白痴？在那个时代的智慧体系里，学者式的能力并不像现在这样
被理解为神经多样性的一部分。在当时的人看来，这种人要么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，要么就是一种让人说不清却又隐隐不安的例外。最理想的解释是超凡脱俗，最糟的解释是怪异到不知道怎么命名。历史学者帕特里克·麦克多纳注意到，19世纪的白痴其实是个模糊的医学概念，可它却在整个社会里被普遍接受。为什么？部分原因是这个概念提供了一条边界，只要画出白痴这一类，社会就能反向确认正常人应该是什么样子：理性、聪明、值得尊重，并且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威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类别本身就像一面镜子，它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映照出现代人该具备的理性样貌。它是一把标尺，用来证明谁才算是那个有理性的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那位沉迷数字的11岁男孩才会让当年的社会彻底困惑。他在医学分类里被视为白痴，却展现出足以让科学家目瞪口呆的才能。这种矛盾不仅在当时撕开了分类体系的裂缝，它的震动其实一路传到今天。它逼我们面对一个看似简单却始终没有真正答案的问题：当一个人的能力分布极端不均时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定义他的智力？更关键的是，我们为什么这么执着，一定要定义它？白痴天才这个词诞生在19世纪60年代，提出这个词的人是法国医生，同时也是教育改革者的爱德华·赛金。当时他正在研究美国所谓弱智儿童的教育状况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注意到一群特别的孩子，他们在某项能力上表现得相当亮眼，却在整体认知上出现明显障碍。于是赛金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：白痴天才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赛金认为这种现象只会出现在上层阶级。在他看来，这些上层阶级的家庭本身就过度奢侈，离日常生活太远，也对社会缺乏实际贡献。所以那些在某个能力上长得太高，却在其他方面明显不足的孩子，在他的眼里就成了这种无用性的身体象征。赛金甚至写下了一段后来引发猛烈争议的描述：这些人只在某一个方向上异常发达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都像白痴。在他看来，他们不是谜一样的存在，而是社会病灶的外化结果。他在研究里这样写道：几乎所有所谓的白痴天才都来自更富裕的阶级，他们在某个才能上出现了无用的突起，却伴随着整体能力的悲惨缺失。在19世纪的社会背景里，中产阶级正被一种隐隐的恐惧笼罩，他们担心社会正在退化，正在变软，正在失去力量。所以赛金对白痴天才的贬损描述其实早就超出了医学范围，它折射出的是更广泛的阶级情绪。在当时的中产阶级眼里，贵族是不务实的，是衰弱的，是病恹恹甚至带点神经质的，而那些能力分布极端不均的孩子正好成了这种刻板印象的活体证据。哪怕孩子展现的是惊人的音乐感、数学直觉，甚至是建筑上的天分，在赛金看来依然是无用，不是才能，而是退化的标记。于是白痴天才这个词在那一刻不再只是医学名词，它变成了一种社会判断，一种把人的天赋贬成废弃物的判断。不过赛金的观点在当时并不是主流，英国医生约翰·朗登堂就站在完全相反的一边。他认为白痴天才并不属于某个阶级，不管贫富，他们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可能出现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相信这些孩子的才能值得被看见，也值得被培养。只要给他们机会，他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艺术和技艺回馈世界。在他照顾过的病患里，有一位后来非常著名的学者詹姆斯·亨利·普伦。1850年，15岁的普伦被送到萨里郡的厄斯伍德收容院。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，听力又严重受损，词汇量少得可怜。他能写能说的那一点点内容，都是家人一点点教出来的。但在这一切限制背后，有一样东西特别亮，他热爱绘画，也热爱雕刻。从小，普伦就喜欢捡木块，削出一艘又一艘小船。没人教他，他也没学过木工，但只要有一把小刀和一块木头，他就能沉进去一整天。到了收容院后，护理人员注意到他的这个爱好，于是把他安排进木工房，让他继续用木头表达自己。在一个对他来说语言几乎是被关掉的世界里，他用刀尖和木屑找到了一条沟通的缝隙。没过多久，普伦的天赋在木工房里彻底爆发，他很快成为一名手艺成熟的木匠，能为收容院打造各种家具。但最让他着迷的始终是那些巨大的船，现实的也好，想象的也好，他都能在木头里重现。普伦的看护者这样形容他：他能根据图纸做出极其精致的模型船，雕刻技艺高得惊人，可他听不懂一句完整的话，必须由人一句一句拆开解释。他的语言无法组句，可他的作品却能讲出整段航海史。普伦在厄斯伍德度过了足66年的创作时光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他的船模拿下无数奖项，
作品甚至传到国外。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看到后也被镇住了，特地送来象牙当礼物，希望他继续创作下去。在那个几乎没人对他有太多期待的时代，普伦用双手证明了一件简单却有力的事儿：才华不靠语言生存，障碍也挡不住他，他会自己找缝隙，然后顽强长出来。朗登堂坚持培养这些孩子的能力，并不仅仅是出于慈悲或怜悯，他相信只要让像普伦这样的人有机会让天赋被看见、被发展，他们不仅能变得更独立，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。而这种想法正是19世纪智能障碍教育背后最核心的推动力。那是一个痴迷于分类、定义，也永远在争论的时代。社会喜欢用医学语言来解释一切，还会顺手把行为病理化。从少年犯到同性恋者，再到白痴天才，每一个标签都不只是描述，更像是一种工具，它们被用来划定权利和责任，也决定谁该被约束，谁该被拯救。而在当时流行的精英应得论背景里，这些分类还有一个更隐蔽的作用，它们用来为社会差异提供一种正当性，甚至给这种差异套上道德颜色。所以白痴天才这个词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被夹在两股力量的中间，一边是对差异的恐惧，另一边是对慈善与拯救的呼唤。它既是医学名词，也是社会叙事，既是理解人的方式，也是区分人的方式。普伦的经历其实揭开了一层更复杂的现实：一个人的才能，社会是否愿意承认他，以及制度能不能留下空间让他长出来。这三者从来不是独立的，它们交织在一起，像三条绳索，合力拉出一个人一生的轨迹。而在19世纪，这样的例子并不只有普伦。在巴黎著名的萨尔佩特里耶医院里，也住着一位同样才华惊人的年轻女子。她的名字没有被历史留下，但她的故事被人记了下来。她天生失明，身体和认知都受到严重限制。按照当时的分类，她几乎被放在最边缘的位置。可她却有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天赋。她的音乐技艺惊人，声音像是天生带着力量。那歌声不仅是她自己的慰藉，也成了守护她生活的人们每日的喜悦。在那样一个封闭又乏味的机构里，她的声音像是开了一扇窗，别人透过她的歌，似乎能听见一个更轻、更亮的世界。而她的存在也说明了一件直到今天都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的事儿：所谓能力，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特质，它总是在环境里被塑造、被允许、被注意到，或者被悄悄埋掉。在收容院里，他参加合唱团，更特别的是，他还负责纠正其他成员的音准。一个天生失明、身体受限、无法自理的女子，却成了整个合唱队的耳朵。护理者们形容她温和、安静，总是带着愉悦的神情。而这些特质刚好完美贴合当时社会推崇的谦卑价值观。在那个时代，人们相信一个人不该炫耀天赋，即使拥有非凡能力，也应该优雅顺从，把才华贡献给集体，他的音乐才能慢慢传出院外，最终甚至引来了当时的名家、作曲家热拉尔迪、李斯特，还有梅耶贝尔，都亲自到医院探望他。他们听过他的歌声后，无一例外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。收容院的院长后来这样形容他的处境：如果不是他在生活上必须高度依赖他人，他原本可以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。他的天赋足以让他站上舞台的中央，但他的身体却让他只能待在机构里。他就这样被时代推到一个尴尬又矛盾的位置：天赋被看见，但他的身份却永远无法被真正承认。而就在19世纪进入下半叶，天才是什么成了人文科学里最核心也最激烈的争论之一。因为当时有一个影响整个欧洲思想的理论正在迅速蔓延，那就是所谓的退化理论。这套退化理论从自然史一路渗进了进化论框架，声称文明正在因为遗传到各种不良特质而走向衰败。在这样的思潮里，天才变成了一种极其矛盾的存在，它既可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，也可能是退化正在加速的预兆。所以天才是什么，它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不再只是学术好奇，它变成了带着社会后果的重大议题。一个定义就能决定社会如何看待异常，如何解释差异，以及哪些能力该被赞扬，哪些则必须被警惕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开始接连追问一些看似简单却直指社会根基的问题：天才是自然冒出来的吗？还是靠个人努力一点点磨出来的？如果是后者，那我们能不能像训练士兵一样训练天才？能不能把这种能力收束起来，组织起来，让它直接为公共利益服务？可事情从来没有那么乐观。在人类更古老的想象中，天才和疯狂几乎从不分家，这让当时的人突然意识到，如果天才真的与异常纠缠在一起，那整个社会赖以维持的那套秩序可能会被撕出巨大的裂缝。于是全新的疑问开始冒出来：天才会不会其实是一种病？那些拥有惊人能力的人到底是天赋异禀还是精神失常？如果这两者真的密不可分，那又意味着什么？尤其是对于那些被社会寄予厚望、肩负推动文明前行职责的天才男性来说，
如果天才等于病症，那他们的贡献是否可信？他们的位置是否稳固？他们的理性是否还能被信赖？在这种氛围里，天才突然不再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赞美词，它变成了一个危险的问号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天才究竟是什么这一争论最终集中到了3位关键人物身上，他们分别代表了3条截然不同的思想路线：意大利的犯罪学家切萨雷·隆博罗梭，英国的优生学家弗朗西斯·高尔顿，以及英国性学家亨利·哈维洛克·爱丽丝。3人都试图回答关于天才的根本问题，但他们的关注点完全不同。其中影响力最大、后果最深远的是高尔顿。凭借他新创立的统计方法，高尔顿提出了一个当时震耳欲聋的主张：天才是一种可以被血缘直接遗传的品质，与教育无关。在他的世界观里，科学家之所以会生出科学家，不是因为环境的滋养，而是因为天才在基因里流动，像一种被复制、被延续的优秀因子。高尔顿的观点很快成为优生学的思想根基。进入20世纪，越来越多人相信，如果让那些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彼此繁育，就能在几代人之内创造出更强、更稳、更理想的人群。他们的雄心是改造人类，他们的方式是筛选、放大乃至培育天才。这听上去是科学的胜利，但它更像是一条缓缓铺开的令人心寒的道路。与高尔顿那种带着工程师式乐观的遗传论相比，隆博罗梭的立场显得阴冷许多。这位因犯罪人类学而声名狼藉的学者，曾极力尝试用外貌来界定所谓天生罪犯。在他的理论体系里，天才和犯罪并不是2个相距甚远的概念，而是同源的分支。他把天才形容成一颗珍珠，光泽的诞生不是生命的顺遂，而是来自贝壳遭受伤害后产生的异常反应。换句话说，美是病变的副产物，天才并非恩赐，而是异常机制的侧漏。而那些在罪犯身上偶然出现的惊人技巧、敏锐直觉或强悍记忆，只在他眼中进一步印证了一点：天才本质上是病，是一种临近疯狂的偏差。在他那里，天才的光芒和病态的阴影从未分开过。介于高尔顿和隆博罗梭之间，性学家爱丽丝则尝试走出一条中间道路。她同意天才具备遗传性，但他拒绝把天才与疯狂画上等号。在他看来，真正关键的参照物不是疯子，而是白痴天才。爱丽丝提出，所谓天才是人类能力谱上的一个极端点，它不是从整体能力的均衡发展里长出来的，而是来自某一项能力的过度膨胀到其他部分被压缩、被牺牲。他观察到许多天才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笨拙、迟钝、动作僵硬。在他看来，这并不是怪癖，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代价，甚至是天才机制内部的逻辑结果。才能与缺陷不是2种命运，而是一条连续的坡度。天才不过是另一端的异常。在这一理论里，辉煌与脆弱并排而生。天赋不是纯粹的礼物，也不是纯粹的病症，而是一种不平衡的生长。一束光照亮的同时，也投下自己的影子。与此同时，医生们也开始追问另一个关键问题：学者式的才能会不会在家族里一代代传下去？为了证明这一点，有人举了一个当时颇为轰动的例子。在萨尔佩特里耶医院，有一位长期住院的男子，几乎没接触过任何乐器。结果有一天，他随手拿起一面鼓，敲出的节奏居然干净、复杂，甚至带着专业水准。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医生们进一步追查，才发现这不是突然开窍，他的家族几乎人人都会打鼓，父亲会，祖父会，兄弟也会。于是，在当时的医学逻辑里，这立刻被定性为天赋是天生的最有力的证据。但也有另一派医生坚持完全相反的想法，他们认为这些能力的出现不是传承，而是随机的突变，甚至说得更直接一点，这是一种畸变式的发展。在他们眼中，一个人之所以会在某个领域爆发出超越常人的天赋，不是因为血脉延续，而是因为某种病态机制在身体里走偏了方向，走偏的刚刚好，于是障碍旁边就长出了一朵奇花。也因为这样，同样一项能力，在当时的医学文献里，经常被同时描写成2种截然矛盾的东西，既是病症，也被赞叹为奇迹。而这种态度恰巧揭露了学者症候群最核心的悖论：当一个人的能力强大到突破常识，却又伴随着深度障碍时，我们究竟应该把它叫做天赋还是异常？答案在19世纪的医学里始终摇摆不定，而这种摇摆说到底也正说明了一件更深的事儿：科学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人。研究天才没多久，人们就撞上了另一个同样棘手甚至有点讽刺的问题：早熟。19、20世纪，随着儿童发展研究兴起，加上 IQ 测验开始成为评判儿童能力的科学尺子，人类第一次认真把孩子的成长拆成2种年龄：
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。生理年龄就是时间自然推动的身体变化，心理年龄则是大多数孩子在某个阶段会同步出现的认知、情绪和行为能力。在当时的观念里，一个孩子如果发展正常，这两个年龄就必须紧密贴合，只要出现偏差，无论偏快还是偏慢，就会被视为一种异常。于是一个相当讽刺的逻辑就出现了，早熟和愚钝被视为同一种偏离，因为不管天赋是快到飞起来，还是能力慢到拖着走，它们都意味着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之间失衡了。在这种理论框架下，天才儿童和被认为低能的儿童被放进了同一套医学语言中，他们都是例外者，都是挑战所谓正常发展的存在。而这类被特别关注、最具争议的例外之一，就是神童。